这是一场间接导致司马迁被处以宫刑的战役。我们会用2期视频详细的讲述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，以及司马迁为何被处以宫刑，《史记》又是如何写成的。公元前99年5月，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郡出发，任务是翻过天山去攻击匈奴的右贤王。战役的结果非常顺利，斩杀了匈奴万余人，这是李广利打过最漂亮的一仗。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却被单于的大军给围困了，双方焦灼了数天后，汉军依然无法突破重围。匈奴也不着急强攻，因为他们发现李广利的大军马上就要断粮了，只要再拖上几天，汉军就极有可能全部投降。李广利万分焦急，可又无可奈何。这时他军中的假司马赵充国不想就这样坐以待毙，他向李广利请命，准备亲率100名骑兵率先突围，打开一个缺口，如果成功，李广利就可以率领大军跟在他们后面一起突围出去。李广利同意了他的战术，于是赵充国挑选了100名精兵，向匈奴的薄弱阵地发起了突然的冲锋。匈奴没想到汉军会如此突围，顿时就乱了阵脚。赵充国一马当先，冲在最前面，身负20余处伤，依然在战斗。李广利则率领大军紧紧跟上，就这样，他们终于冲出了匈奴的包围圈。大军虽然突围成功了，可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惨重的，伤亡比重高达10至6、7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亲自去探视了赵充国的伤情，拜其为中郎。9月份，汉武帝决定再次出兵。这次的主将分别是公孙敖、陆伯德和李陵。公孙敖我们之前讲过，是卫青的好兄弟，跟着卫青几起几落，已经是一名老将了。陆伯德之前也提过，漠北之战的时候，他以右北平郡太守的身份跟霍去病合兵一处，立下了战功。唯有李陵是个新人。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。李广一共有3个儿子，分别是李当户、李交和李敢。3子李敢我们之前讲过，漠北之战的时候跟随霍去病立有战功，被封为关内侯，但他认为父亲李广的死和卫青有关，就打伤了卫青，结果被霍去病一箭给射死了。4子李交曾任代郡太守，在李广还没去世的时候就早逝了。李当户是李广的长子，因为李广曾经俘虏过一名匈奴的当户，所以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李当户。他也是先于李广去世的，但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遗父子，便是李陵。他被汉武帝任命为骑都尉，带领5000名荆楚之地的勇士，驻扎在酒泉和张掖等地，教他们练习剑术。在李广利攻打匈奴右贤王的那场战役中，汉武帝本想让李陵负责给大军运送粮草，但李陵不太情愿，他认为自己率领的都是荆楚之地的勇士，希望能让他们上阵杀敌，而不是去当后勤。汉武帝也不勉强，就对他说，这次调动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，你可以上阵杀敌，但没有战马可以给到你。李陵表示他不需要战马，只用这5000步兵，他就可以直捣单于的王庭。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和胆略，汉武帝深受感动，同意让他出征。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安排陆伯德率领一支骑兵在中途接应李陵。然而陆伯德也不愿意给李陵做后备，但他并没有明说，只是给汉武帝写了一封奏书，表示现在刚进入秋季，正是匈奴的马最肥的时候，不可与之开战，希望能和李陵一起等到春天了再出战。汉武帝看后大怒，以为是李陵后悔了，又不敢直说，才指使陆伯德上书周旋的。于是汉武帝便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，他让陆伯德率军赶往西河，去与公孙敖的大军会师，守住勾营之道。然后命令李陵马上从遮鲁帐出发。遮鲁帐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距延泽南边的一座城堡。他的任务是前往东郡基山以南的龙乐水附近搜索匈奴，如果没有发现匈奴，就返回受降城，将情况用快马上奏朝廷，同时还不忘提醒李陵，让他把具体给陆伯德说过什么也一起上奏。就这样，李陵率领着他的5000步兵从遮鲁帐出发后，向北行进了30多天，终于到达了郡基山。郡基山在今天蒙古国境内，属于阿尔泰山的中段。李陵扎营后，将沿途经过的山川地形都绘制成图，
派手下一个名叫陈布勒的骑兵回朝禀报。陈布勒告诉汉武帝，李陵带兵有方，得到了将士们的死力效命。汉武帝非常高兴，封陈布勒为郎官。此时，陆伯德也率军在涿图山与公孙敖的大军会师了。涿图山位于今天蒙古国车车尔勒格的南部，但他们的两路大军并没有发现匈奴。那么，匈奴人到底去了哪里呢？事实上，匈奴单于的3万主力大军正在向李陵的5000步兵包围了过来。李陵发现后，赶紧将大军撤退到郡基山的东西出入口。紧接着，他用大车围成一个营垒，防止匈奴骑兵突袭。然后他亲自领兵冲出营垒，将队伍摆开。前排的士兵持着几何盾，后排的士兵则用弓和弩，并且下令听到击鼓就全力进攻，听到鸣金就快速收兵。匈奴见汉军不仅人数少，而且都是步兵，便命令骑兵直接扑向了汉军，准备一举将他们歼灭。汉军迁弩齐发，匈奴的很多骑兵应弦而倒。双方激战了片刻后，匈奴便开始败退，汉军奋起直追，斩杀匈奴骑兵数千人。单于没想到这支汉军的步兵如此英勇，连忙召集左右贤王也一起赶过来支援。至此，李陵的5000步兵要对阵的匈奴骑兵达到了8万人之多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李陵下令赶紧撤退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几天后再次被围困在一个山谷之中。此时连日的苦战导致很多的汉军士卒都受了伤。李陵下令，凡是负伤3处以上的可以坐着战车走，负伤2处的负责去驾车，负伤1处的则继续参加战斗。安排完之后，他发现士气还是非常低迷，莫非是军中有了女人？经过搜查，还真就发现了不少的女人。这是军队出发前，士兵们抢了被流放到边塞盗贼们的妻女后占为己有，然后就藏在运粮车中，一路随军出发。李陵下令将这些女人全都给砍了。第2天再战，果然又斩杀了匈奴骑兵3000多人。随后他们向东南方向沿着固龙城道继续撤退，走了4、5天后，被大片的沼泽芦苇挡住了去路。单于见他们跑不了了，就下令放火烧芦苇，准备将他们全部烧死在这里。可李陵已经提前放火烧出了一片空地，这样外面的大火就烧不到他们了。之后李陵率军继续向南撤退，可当他们跑到南山脚下时，发现匈奴的大队人马早已在山上严阵以待了。单于觉得这次李陵是插翅难飞了，于是他想让自己的儿子立功，让其率军向李陵发起攻击。李陵快速地让士兵们进入树林之中，与匈奴展开周旋。在树林里，匈奴的骑兵发挥不了优势，于是又被汉军斩杀了数千人。随后李陵下令向山上的单于射箭，单于只能退走。此战中，李陵抓到了一个俘虏，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匈奴内部意见不合。匈奴的单于认为这是一支汉朝的精兵，他们一直向南撤退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引到边塞，那里肯定有汉朝的大军已经提前埋伏好了，就等着他们上钩呢，所以不能再追了。可单于的部下认为，匈奴的数万骑兵如果打不过汉军的几千步兵，一旦被西域诸国知道后，他们从此就不会再听从匈奴了，而且也会让汉朝更加的轻蔑匈奴。所以务必将他们围困在山谷之中，即使最终他们还是跑了，可到那个时候再撤军也还来得及。通过以上情报，李陵分析认为，他们无论如何要跑出山谷，只要到达平地，匈奴就有可能不再追了，他们才会有生还的希望。于是双方都清楚此战的重要性，便不再保留实力，展开了殊死搏杀。战斗整整打了1天，交战了数十个回合，汉军再次杀敌2000余人。匈奴已经尽力了，单于便打算放掉这支汉军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李陵的军中有个名叫管敢的军侯，因为被校尉欺负，投降了匈奴，并且告诉单于：第一，李陵的剑快要用完了；第二，这是一支孤军，并没有其他大军接应；第三，李陵和韩延年各率800人排在前阵，分别以黄白2色作为旗帜，只要能派出精兵射杀旗手，即可破阵。单于大喜，连忙命令骑兵合力攻打汉军，并且喊道：
李陵和韩延年快点投降吧。李陵率军继续且战且退，还没等冲到低汉山，1天之中就射出了50万支箭。随后他们丢弃了战车，快速地向南撤退。此时汉军还剩下3000多人，可武器却没有了，箭矢已全部用完，很多士兵连长刀都没有了。可即使这样，他们依然不放弃抵抗，有人斩断车轮的辐条当武器，有人则拿着刀笔继续战斗。之后他们便被逼进了一个峡谷之中，还被匈奴给切断了退路。匈奴人居高临下，从山上的险要之处往下扔垒时，汉军无法躲藏，很多人被砸死。夜幕降临，李陵换上便衣，独自出营，试图去刺杀单于。可过了很久，并没有找到机会。李陵回来后叹息道：“兵败如此，唯求一死。”军吏对他说：“将军威震匈奴，之所以落到今天的死境，只能怪苍天，不遂人愿。不过将军也不要绝望，当年赵破奴被匈奴俘虏，可若干年后他却逃了回来，回来后还依然受到天子的重用。赵破奴如此，将军为何不可呢？”可李陵拒绝投降，他说：“吾不死，非壮士也。”然后李陵命令士兵砍掉旌旗，把所有的珍宝就地埋藏，并对士兵们说：“如果每人再有几十支箭，我们定会突出重围。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战了，天一亮就只能束手待擒了。所以不如大家各自散去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，也能有个人回去给陛下报告。”之后他让将士们每人装上2升米和1块冰，开始各自突围，并且约定在遮鲁章会合。夜半时分，汉军开始突围。汉军本想敲鼓的，可发现鼓已经破了。李陵和韩延年一起上马，率领着10几个人向匈奴发起了冲锋。他们的目的是引开敌人，让其他的士兵可以趁机突围。匈奴得知李陵率军准备逃跑，便立即派出数千骑兵紧追。在追击的过程中，韩延年战死了。李陵长叹一声，下马投降。其他的汉军则四处突围，最终有400多人成功地撤退到了遮鲁章。其实李陵兵败的地方距离遮鲁章只有100余里地，边塞得知情况后赶紧上报朝廷。此时汉武帝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李陵的战报，并且还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也都召了过来。他认为李陵应该已经战死了，可相面的人告诉他，从李陵母亲和妻子的脸上并没有看到死丧之色，因此李陵应该还没死。几天后，当得知李陵已经投降的消息后，汉武帝大怒，责问之前回来报信的陈不勒。陈不勒只好自杀了之。然后汉武帝便让百官商议，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卖国。汉武帝又问太史公司马迁的意见，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回答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